辰渊，你怎么了？叶辰渊，没什么，只不过受了点小伤，死不了。你先过来。看来有些人不想我死。你想多了。你是我的杀母仇人，刚刚还伤了我师尊，这些仇我都会亲自报回来。你可不能这么轻易死了。旁的也就罢了，刚刚你师尊分明就是要杀了你，要不是我，你早就死在他剑下。在他们看来，我早就背叛了九重霄，跟你勾结在一起了。师尊想要杀我，也是情理之中。况且他刚刚已经手下留情，要不是他假意不敌，故意放我们离开，你根本跑不了。看来九重霄的人都没有心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必对你手下留情。叶辰渊，叶辰渊，叶辰渊！不趁机杀你，已经是我最后的仁慈了。你就留在这里自生自灭吧。都差点忘了这个东西了。要不是因为副魂锁，才懒得救你。我不杀他便罢了，干嘛要救他？就算他救过我一命，那也不能和杀母之仇相比吧？白雪，白以西是谁？是他的心上人吗？算了。君子不趁人之危。等你病好，我一定一剑刺死你。一雪，3日已过，仍未发现叛徒白小莹的踪迹，继续加派人手。务必尽快除掉白小莹，夺回神剑，否则后患无穷。是。仙主，我深知白小莹的为人，她绝不是贪图力量、背叛师门之人。云阳，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你眼前，铁证如山了，你还一再维护那个叛徒，你是何居心？云阳，你此话对得起仙门，对得起仙主吗？西元上仙所言极是，绝不能饶了白小莹那个叛徒。还请仙主定夺。请仙主定夺。仙主，白小莹是我门下弟子，如今犯下大错，理应由我亲自将她押回，查清事情来龙去脉。若我未将她押回，云崖甘愿与她同罪受罚。同罪？哎，同罪。想不到你居然如此信任你这个弟子。那好，速将白小莹与神剑带回，给仙门一个交代吧。是。
看来你命还挺大，居然没交代在这。看来有些人不想我死了，我当然不能辜负他的美意。好，那你就好好活着，然后把命交到我手里。看起来不用我动手了。三魂离体可不是什么小伤，如今只能回夜族，以寒木归元石修补魂魄，才可痊愈。我们准备启程。我们？我才不去！我是九重霄的人，怎么可能跟你去夜族？自投罗网。九重霄，在他们心里面，你早就不是九重霄的人了。能让神剑开封的现今就在夜族，不想斩断复魂锁，然后杀了我们？去，还是不去？这四处都是追杀你这仙门叛徒的弟子，为何不苏醒？真是白教你了。此前大战受伤的又不止你一个，没把你丢半路就不错了。你再敢有意见，我们就分头行动。你走你的夜族道，我走我的独木桥。你别忘了，我们还有复魂锁。烦死了！堂堂神剑，还需要什么剑精才能斩断这复魂锁？那当然，没有开封的神剑，不过是一团废铁罢了。啊，这好像是你们夜族的人啊！你能不能下次先说一声啊？你擅自做的事还少吗？懒得跟你计较。哎，那不是你们夜族的人吗？你干嘛躲着他们？怕他们看见你这副样子？我走之时把事务交给焦土来打理。这些人不像焦土手下，恐怕夜族有变。拜见夜神大人。记住，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的伤势，否则便是有赖误会。堂堂夜神竟然还会怕死？不好意思啊，就算是死，我也会先杀了你。拜见夜神大人。焦土在哪儿？叫他出来。焦土大人他已经不在这里了。什么？夜神大人，真的是您吗？属下找了您好久，都毫无音讯，还以为你……我怎么会被仙门那些废物伤到？主上没事就好。我等恭迎主上回归。果然受伤了，还带了个仙门的人回夜族，还真是耐人寻味。您如此不顾夜族的安危，属下只好以下犯上。三界都在传说你逗留仙界，与仙界一低阶弟子勾结，助他拿神剑，还为他受了伤。我本以为传闻是假的，哼，没想到竟是真的。你受了如此重伤，还敢带仙门之人踏我魔心殿，根本就是置夜族于不顾。既然如此，这夜神之文，
也是时候易主。那名洒扫弟子，把神剑交出来。我也想交出来啊！我身受重伤，如今法力大减，召唤不出来啊。那你们就去大牢里面好好休息。你若一日召唤不出来神剑，便就一日待在里面。好。这些卷轴记载着上古阵法，唯有找到那天长老们使用的阵法，才能助小鹰洗脱罪孽，重回九重霄。就是这个阵法，果然和我想的一样。定然是有后手。依你多疑的性格，没有后手，绝对不会贸然来夜族。你悄悄告诉我，你到底打算怎么做？你就是我的后手。这算哪门子后手？时机已到。主上，属下焦土来迟。这就是那个逃跑了的焦土啊！不出主上所料，花玉营果然有谋反之心。我等遭遇上号埋伏，现已重新夺回魔心殿。花玉影去了哪里？花玉影带走了寒木归元石，退守至剑清圣地。主上，主上，你没事吧？叶晨渊，没事吧？这口温泉果真如此神奇，还可滋补身体，疗愈伤口。主上，您的伤势很重，属下这就为您夺回寒木归元石。若是强行抢夺，夜族必定血流成河，我自有办法退下来。是。没想到是三界生灵如草芥的夜神，倒还挺爱惜自己人的嘛。那当然，不像你们仙门里的师尊，对自己人亦心狠手辣。师尊才不是这样的人。你把麒麟花还给我！就知道你没本事，抢不到。你怎么了？叶晨渊，你该不会喜欢我吧？我发现你身上这些伤都是为我受的。我会喜欢你这种愚蠢之人。少自作多情。那是最好。你可别忘了，我是要杀你的。我此时如此虚弱，你为何不杀？那是因为我是你的仇人，还是你只是口是心非的说要杀我，实则……别做梦了，那只是我们仙门中人救人的本能。把青莲花还给我！一个手环而已，那么在意吗？这好像与夜神大人无关吧？你是不是管得有点太多了？当然与我有关，这是九重霄的东西，万一谁和你取得联系，对我夜族不利，那可如何是好？这东西先放我这儿了。你是在耍我吧？你今天必须把青莲花还给我！你给我！你还敢来？休想进去！
何必大动干戈？我来不过是有要事相商。你不去找他，他倒来找你了。你来是要抢魔心殿的吗？怎么可能？如今你我势均力敌，若是拼死相争，谁也落不着好。而且我想过了，我本就对你爱慕已久，如今正是我们共建业族、强强联合的好时机，所以我来是想来向你提亲的。什么？什么？那么震惊干嘛？我可是很认真的。你有什么资格提亲？你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？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，可若是我有来无回，这寒木归元石和剑晶圣地都会自毁。现在，我有资格谈判了吗？看来你已经考虑得很仔细了。那是自然。我拒绝。你有什么底气拒绝我？剑晶就在他手里，我只要能拿到剑晶，便可以开封神界杀了他。是我也拒绝，只有这么点好处怎么行啊？除非你先交出剑晶，这样我们还能考虑考虑。你是因为他才拒绝我的？是这样的，我们之间连着一条复魂锁，只有我们两人一同用神剑方可展开。只要有他在，即便你们成婚了，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，我都得在旁边。这样还是有点尴尬的吧？所以是你想要？你放心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让叶晨渊同意的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后，他若是未来娶我，你们等着瞧。你想都别想。就3天，一言为定。等你好消息。解释你刚才的行为。解释什么？他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又能帮你恢复功力，还能给我剑晶，我想不到什么理由拒绝。白小野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你弄疼我了！别说我与他人联姻共治，我更不可能被你这种人当做交换的条件。我这样的人，叶晨渊，你别忘了，你是我的仇人，我拿你当交换条件又如何？再说，是你跟我说，只有业族有剑晶，我才随你来的。我现在不杀你，也只是因为你救过我。我白小莹一向恩怨分明，只是这样。我也有一颗曾经希望，你没有杀害我娘，也不是那个随意取人性命的夜神。吵个架都分不开，烦死了！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这不是跟我吵架吵的吧？我只是尚未愈。那你还不赶快答应怀玉影？好了，我不说了，我们先去温泉，走。我先说好啊，我回春术练的一般，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。他的灵魂破损竟然如此严重，这根本无法治愈啊！
这是叶族的珍品补药，你多少喂它吃一点。我喂它。你看煮成这样，肯定自己吃不了，得有人瞧了用嘴喂下去。你不喂，难道我喂啊？我喂就算了吧。啊啊！怎么还没喂完？我只是在喂你吃药，你别误会，我没有要干什么。那你倒是喂完。你都醒了，你自己吃。白小莹，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其实，花雨野也没那么差吧？是真不明白吗？我也不是，我是想拿回剑清。你要剑清，我可以帮你。此事，你以后不许再提。华云给的3天时间就要到了，怎么办？你知道吗？你让我去花雨野，我很难过。不行，白小莹，他发病昏迷，头脑不清醒，你得清醒，不该有的念头要趁早断。对不住了。他怎么了？这你还问？他重伤未愈，你不知道？料着叶晨渊威风一世，没想到竟被自己最相信的人亲手送到我的床榻上来。好，叶晨渊，你是我的了。等等，你得先把剑晶给我。待我展开复魂锁后，人才是你的。行，但你得先让我好好看看。白小莹，你竟敢骗我！我没有。交出寒木归元石，否则你就死定了。我早就说过，我早已施了术法。若我没命，寒木归元石和剑剑圣地都会死我。那我就留你条命，我自己拿。
华玉影不服。20年前，你来夜族，带我们攻上仙门，夺取剑经，然后你就闭关修炼了20年。这20年来，都是我和焦土在打理夜族。如今，你连功力也只剩1成，根本不配奉你为夜神。等等，你说他闭关20年，那10年前，他也在夜族闭关吗？放肆！焦土，这20年以来，是我们在对夜族劳心劳力。他如今功力尽毁，你还要听他的吗？因为他是夜神，焦土只尊夜神。他可未必是真正的夜神，怎么可能轻易被伤害至此？我们夜族的宝物剑魔印，可见真正的夜族之神。不妨请他出来见一见，看看这叶晨渊是否为真正的夜神。看来这剑魔印不认你，那你就不是夜神。焦土，你看见了吗？还不跟我一起拿下他！你没事吧？快，趁华玉影来之前，斩断复魂锁。什么意思？满足你的心愿。他们说你闭关20年，是真的吗？那10年前的上元节，你根本没有去苏城，也没有杀我娘，你为什么要冒认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世人对我的指控成千上万，我都不在乎。可你根本不是夜神。谁说我不是？斩断复魂锁，我要去华玉影。为何？她长得好看，能力又强，还能帮我恢复功力，助我夺回夜族。这不都是你说的吗？我实在想不到，我为何不娶。可你不想娶她，你不爱她。现在我想娶了。叶晨渊，你不要这样。这与你又有何干？可我不想你娶她。为何？你为何不想让我娶她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从长计议吧。只是这样。况且现在没有剑经，我们也斩断不了复魂锁，不如等先拿到剑经再说吧。斩得了。